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Mac Pro 是一系列的工作站和服务器设计、制造和销售呢，都是苹果公司。自2006年以来的 Mac Pro 在大多数的配置、在速度、在性能方面是最强大的计算机，并且必须呢还是苹果公司提供。它是当前 Macintosh 产品系列中的4款计算机之一，位于消费类的 Mac Mini 和 iMac 之上，并且是 iMac Pro 的最易于扩展的替代产品。第一代 Mac Pro于2006年8月份发布，它具有从 Power Mac G5 继承下来的巨型卡式机箱，并具有类似的扩展功能。它提供了2个双核 Word Crest 处理器，2007年4月4日又被4核的 Clevertine 型号替代，在2008年1月8日又被双4核的 PowerPoint 替代。2010年和12年修订版采用了内 Helen Westmere 架构的英特尔处理器。Mac Pro 目前已然升级发展到了第3代，但是呢，苹果公司呢并没有放弃第1代的产品支持，近期呢可以正常的升级到 10.14.6 Mojave 系统。由于强大的升级空间，我们可以花很少的资金来把这台设备升级到所支持的最高级别的硬件。目前市场上大量涌现出低价的二手机器，由于本身设备当初呢都价值不菲，所以品相保护的一般来说基本都不差。想看如何实现从一个乞丐到皇帝的转换吗？跟着我的步伐 Let's go。 首先需要把机箱后边的锁扣一个拉手拉开，这样呢就能把偏盖轻轻的取下来了，真的好重。接下来呢，机器的侧面呢完整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它一共有3个独立的区域，上部分呢是光驱和电源，最下面呢是 CPU 和内存。摁住这2个卡扣，把它顶起来，大概在45度的角度，轻轻的拉动托盘，这样呢就可以把它拉出一点，然后紧接着把它拉成90度，这样呢就能把 CPU 和内存托盘以及主板取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处理器是2个塔式散热器，散热器里呢有2个风扇，这个部分呢叫处理器主板，背后的那个大的黑色的那个叫系统主板。接下来呢，取掉显卡上的供电接口，我用了一把手术止血钳夹住卡口，轻轻一拉就能把它拉出来。取掉右侧 PCI 设备盖板2个螺丝，这2个螺丝容易滑扣，所以呢要稳准把它拧松。轻轻的用手把它从缝隙中拉出来，如果放在原地容易划伤显卡。接下来我们取出显卡，在取显卡的时候一定要把数据线取开，而且呢要把这固定显卡的这个风扇笼有一个按钮，摁下去向左拉动，使后面的固定条脱离显卡。对，就这里。这样的话，显卡就已经完全与主板脱离，只需轻轻的把它拉出，
即可。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中间通道的排风扇上面的2个固定螺丝松开。拆装主板上的螺丝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带吸铁、带磁铁的这种螺丝刀，归了位，轻轻拉动即可从主板上分离。接下来是 CPU 内存笼这个设备这一部分的拆装，它是底下有5颗专用螺丝，把它用内六方螺丝刀呢松开，用手轻轻的把它全部能拧松取下。苹果设备的精密度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的话你不用担心某一个螺丝或者某一个组件呢会非常的难以起开，所以的话你只要按照程序按照顺序一步一步的松开它即可取下。左右两侧的风扇一定要把它先松开卡扣，向里拉动，这样的话呢CPU 笼呢就可以从主板上呢方便脱离，后面仍然还有6个螺丝，这都需要松开。对，这是需要把2个风扇呢先松一下，把它进来拉近大概10公分左右的样子。拧开后面固定主板的6根螺丝，然后需要把连接主板的几个风扇的供电线、控制线松开，对，这样呢就能轻松的把它取下来了。接着呢就把所有的连接主板的外部的设备呢取出，露出整个主板以及主板上的一些接口、线缆等等。这个托架，硬盘托架是需要手动没有螺丝的情况下把它拔下。这是光驱，光驱位呢拉出以后呢有2根数据线，需要手动呢把它拔松。对的，这样平稳的就能取下它。可以看出苹果公司的做工和它的工艺呢控制水平呢确实是世界最高的，整体呢所有的部件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机箱内，包括它的主板，包括它的 PCI 的插槽，以及和机箱对应的每一个 IA 接口。现在要松开光驱后面的一块挡板，这个挡板呢负责把电源线
以及光驱的数据线隔离在机箱的一个狭小的区域，也起到了理线的作用。松掉这上面的2个螺丝之后，就可轻松的把这个铝片从机箱里拔出来。由于这2个螺丝比较深，要用一种比较长柄的螺丝刀。稍微的倾斜以后，就可能把它拉出来了。然后机箱后面的主电源连接线一目了然。